你的 iPhone 是以多少瓦的功率充电呢？阿 King 2呢？垃圾的 Magic Mouse 呢？这么点2瓦 ？MacBook Pro 呢？也不咋高啊。那无线充电呢？哈哈，才7瓦，换个手机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这个黑黑的方盒子到底是个啥玩意儿？艾斯特要黎明啊不 ，Power 200，4+1充电站就是你的桌面充电器了，拢共200瓦，4+1啥意思？就是200瓦分给5个通道，前面4个孔仨 C 口都写着65瓦，哇，那65乘以3，195瓦了，还有一个 A 口24瓦，耶，219瓦了。这个盘啊，软软的无线充电还是个磁吸的，15瓦，好家伙，拢共234瓦了。所以你一定要问了，这边写着200瓦，这算起来234瓦，那我全部接上设备，每一个都大功率，它能不能每个口都全功率输出呢？那我们就试试呗。经过反复实验，3个65瓦的口，如果显示61瓦左右算跑满的话，也始终只能有2个跑满，另一个口子会降低功率。我们始终没有得到3个同时显示60瓦左右的结果，而 A 口和无线充电通道似乎并不影响什么。在分配时，倒确实如官方所说，理论上先到先得。此外，他们也确实像几个独立的充电器，随着新设备的接入，已经接入的设备功率并不受影响。不过这3个65瓦也没到200瓦呀，这啥呀？好，问题呢先放一旁。男妈妈塔斯特维空间管理大师告诉你，这玩意儿还是有用处的。桌面要干净，这样你的办公效率才会高。为什么？因为乱糟糟的一堆，你的心情会好吗？所以我们推出了显示器增高架啊，在保护你颈椎的同时，你看这个听力线槽啊，它可以把你的线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把那些插头都省去，这样一摆，一根线通到桌面下的插线板上，是不是心情舒畅多了？那我也可以插头线板在桌下，直流线在桌面上。可以，不过线吊着，翘个2郎腿难免会踢到。而且如果恰好你有个无线充电手机，这么轻轻一放，随时补能，是不是更加惬意了呢？你是不是要杠？是不是要杠？楼下那个档案空着，你要不要下去练练？按照官方指示，充电站 C 口适配这些协议，所以一般支持 PD、QC 的还好，而有些手机那些牛叉的快充可能就无法支持了。而这个屏幕呢，刚开始你可能觉得没用处，而在实际使用中，我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，就是时不时瞟一眼，它会以颜色显示是否满功率输出，绿色的低，黄色的中，红色的高。它所握手的快充协议也会显示在旁边，让你知道你的设备正在使用快充补能。比如我的 M1 MacBook Pro 啊 ，PD， 大多数的时候呢，30-40瓦，确实能耗控制不错啊。而且它是动态的，根据电池的温度啊、当前能耗啊等等其他的因素呢有所调整。所以这个屏幕对于极其不相信商家宣传的强迫症患者呢，简直不要太理想。更进一步的是，你和我都没有想到的，它居然也有爱啪啪。爱啪啪通过蓝牙连接电源，然后你就可以直观的看到哪根线插着，以及以多大功率输出着。要是你闲着无事或者非常即刻，你还可以让手机记录这个充电功率曲线，然后分享。我去，居然按秒计算，还是个 Excel 表格，是不是有点意思了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充电很容易，而什么时候充满了，
确实要多一番操作才能看到，比如打开盖子、敲击一下板子、戳一下屏幕。如果你懒到这些都不想动的时候，瞥一眼，0点几瓦基本就说明在涓流了，那也就是差不多满了。对于这个垃圾的 Magic Mouse，特别实用。充电站内建了一个散热风扇，平时除了接通电源那一瞬间之外，也算安静。满功率运行时，噪音是可以感知的。自从有了它之后啊，我的桌面感觉干净了不少啊。平时不用时，它就待在那里；来到办公室，手机放上去，配合 Testway 磁吸手机壳一放，自动校准位置，随时补能。笔记本没电了，插上电，可以。我有个习惯，就是充满电了，把线都收起来，这样能保证我的桌面干净。那么请问大师，你不是刚才那个？楼下刚刚有人我换工作了，不重要。请问大师，你会把它带着出差随身携带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重啊，不带储能。移动的关键是轻便，轻轻一拿就走。出差不用讲究那么整洁。另外，移动要能储能，这样在没有电源的时候也能用。Understand？ 南妈妈说的没错，440克的重量和一根线接着，并非为便携移动设计。出差只需要带一个多孔充电器就 OK， 小巧轻便。如果还是个充电宝，那就更好。而艾斯特除开重量，还有几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首先，它的接口都在前面，不管放置在哪个方向，都有可能影响周围设备的接入。你看，我要插旁边，插不了，不够随性。其次啊，这个面有屏幕，按照桌面的高度和我椅子的高度，水平面和我视角的夹角，造成屏幕读数在视网膜上，基于人体大脑的基本认识啊。Please speak 人话。坐着看不清。你看，如果是这样，是不是就看清楚了呢？然后再配合我们 Testway 磁吸充电壳，你看，这样是不是也能充？挡住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它应该做成立式梯形泡面，手机放在上面，方便观察和解锁。孔就开在这3个面，电源就接在这儿。立式还能节约桌面空间，如何？不愧是苹果出来的设计师，我竟无言以对。值不值得买？艾斯特5通道快速充电站，喜爱桌面整洁的人可以有。屏幕具备一定的实用价值，5个通道相对独立是它的特点，一般使用。标称200瓦的总功率也算是够的，但不能3个口同时达到65瓦，这算不算骗我？此外，它在设计上的一些缺陷大家也看到了。最后499元的售价，贵，性价比感觉不太高啊。最关键的是，它这外观放10年前吧，算是不错，拿到现在呢，那就有点丑了。艾斯特5通道充电站 Testway 给出主观综合评分6.25分，刚刚及格，还能进步。
好，节目看完了，那你觉得这个产品能够得几分呢？请在下方的视频简介中寻找链接给它打分吧。另外呢，我们的磁带 T 恤，新品哦，已经上架了淘宝店，所以呢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淘宝搜索店铺 Testway 值不值得买看一看，新鲜的 T 恤已经出炉了。好，我们淘宝评论上一个电视啊，这位叫戈麦泽的朋友说啊，想着买别家也是买，何不来支持一下看了这么多年的塔斯特威？单从商品本身来说，完全值得买，质感啊、贴合度啊、颜值啊都很在线。铁丝们需要的话，完全不用犹豫了。期待韦总监设计更多、更好看、更实用的周边，咱们等着买呢！哈哈哈哈哈！祝你们越办越好，每个人都开开心心。前括号阿南最近1年头发白了好多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啊！后括号那妈妈这个其实是花了大价钱去挑染的啊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好的，拜拜。Testway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苏敏啊，这就是咱们苏敏啊想到的方法啊，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在里面充电呢？就是新的周边啊，这是。蓝妈妈一脸懵逼。打开这个小门，啥呀？每生产一个 Testway 200瓦充电座，就会牺牲一个价值799元的 MagSafe 移动电池。那我们这个要卖多少钱呢？卖800。好的，我们不卖，这个进价799，然后这个纯手工赚1块，然后还给包邮包顺丰。亏死了，亏到黄家头了。导致桌面的高度和我座椅的高度，视线和水平面的夹角，造成屏幕的读数在视网膜上啊，造成基于，重新来，最后一句 Please speak 人话。坐着看不清，这个坐着呀，就是有点看不清了，这个。OK， 坐着看不清啊。做到，然后再配合我们 Testway 磁吸充电壳，这样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也能充电？我确定一下。首先，它的接口都在前面啊，放在桌面上，不管朝哪个方向，那个电话呀，它来了就来了，你就得接，你不接呀，它会一直响。重了。不带储能，移动的关键是轻轻一拿就走。我出差不用讲究那么整洁，另外外出，大家好，这边是 Testway 的直播现场，现在南妈妈正在就是苦于记台词记不住啊，我也没有好很多，刚刚那一遍也是拍了5、6遍。